欢迎来到gamma ray软体工作室。你好，我是 Richard。在上集延伸完简单的文本编写进阶指令以后，再来就是要说明文本编辑中尚未提到的选取功能，以及跟计程器相关的剪贴簿、书签与剧集。最后则是命令行模式中常用的指令介绍。滑鼠除了垂直移动、水平移动与定位编辑的功能以外，还有一个最常使用的功能是文字的选取。按键 V 指令左下方出现 Visual， 代表的是可视模式或者视觉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中，方向键上下左右可以扩大选择的范围。先前光标水平与垂直移动的方法，在此时就可以搭配使用。例如 VW 向后选取一个单字， VT 引号向后选取到引号的前一个位置。不过通常这种方式对于光标的初始位置有精准的要求，在日常开发中使用上不是那么的方便。这种情况可以使用 VIW 的指令， V 是选择模式， I 是 inner 内部， W 是 word 单词。三者构成的意思就是选取一个单词，不管光标是在单词的哪一个位置。或者还可以使用 VAW 的指令， V 跟 W 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， A 则代表是一个。三者构成的意思也是选取一个单词，不管光标的位置，只不过这个指令会再多选取包含空格的部分。以 VAW 的指令来看，适用的场景并不是很多，但可以将 VA 与 BI 当成一组独立的指令，专门适用于文字被特定符号包覆的状态。例如 VI 括号选取括号内的文字， VA 引号选取包含引号的文字。在 I 与 A 指令之前，也可以加上数字，例如 V2I 括号选择第二层的小括号范围。除了特殊符号代表的包覆文字，以及 W 指令代表的 word 单词以外，还有一个 T 的指令， T 代表的是 tag， 也就是网页 HTML 文件中的标签格式。 BIT 代表的是两个标签中的文字， BAT 代表的是包含标签的整个元素。选择模式细分的话，总共有3种状态。方才的小写 v 指令选取的是以字元为单位，大写的 V 指令则是以行为单位。左下角出现的是 Visual Line， 选取的方式相对单纯，仅可以使用垂直的移动指令，例如数字加上方向键进行多行选取，或者选动作组合指令 GG、VG。而 Ctrl 加 V 指令则是以垂直的方向进行选取。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指令使用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直觉。如果是在 IDE 中的话，我通常会用 IDE 的游标扩展功能，例如 IntelliJ 的 R 选两次加方向，会较为直觉并且容易使用。选取文字后，常见的编辑指令有 C 指令取代， D 指令删除， Y 指令拷贝， P 指令覆盖。其中的 DYP 也就是剪贴簿指令，在普通模式的延伸时已经可以知道，2下 DD 指令可以删除单行文字，2下 YY 指令可以拷贝单行文字，小写 P 与大写 P 则可以在不同的位置贴上。搭配先前的光标移动指令就可以组合使用，例如 D1 指令代表删除一个单字， Y 货币符号指令代表拷贝到结尾的文字， YT 引号指令代表拷贝到引号前一格的字元。这边剪贴簿的部分，先前未曾提到的功能是寄存器，使用方法就是剪贴指令前方加上引号与任意 A 到 D 的小写字母，或者数字0至9。例如引号小写 Q 加上3YY 指令，代表的是将拷贝的上行文字内容保存到 Q 的寄存器位置。取用寄存器的方法，同样使用引号小写 Q 加上 P 指令，就会贴上刚才拷贝的上行文字。英文代号大写的部分则用于寄存器的追加内容，例如刚才寄存器代号 Q 已经记录了上行文字，现在使用引号大写 QYY 指令，然后引号小写 QP 指令，贴上的除了原始的上行文字，还多了一行刚才拷贝的。标记功能就像阅读书籍的书签一样，可以在特定的位置做上标记后，使用指令快速到达定位。这个功能必须搭配方才说到的寄存器一起使用。按键 N 指令代表是 Mark， 然后再加上任意 A 到 D 的小写字母或者数字0至9，例如 NQ 就是将当前的光标位置记录在 Q 的寄存器中。移动到其他的位置，想要快速的跳回刚才的地方，间隔号加上寄存器代号 Q， 立即跳回刚才的位置。而这个标记的部分仅限于该档案，如果要跨档案的标记定位，则可以使用大写的字母，例如 N 大写 Q，在切换到其他档案时，间隔号加上寄存器代号大写 Q 就可以跨档案的移动到刚才的位置。
如果移动后发现位置不对，想要回到刚才的编辑位置，间隔号连按2次，可以在刚才的位置与跳转位置进行快速切换。这个功能，个人习惯会将大写的 T 定位在待办清单列表中的当天日期，大写的 N 则定位在最近作业的文件中。键盘上总共有26个字母加上10个数字，这个数量日常开发绝对够用。编排一下，你就会获得在专案文件中瞬间移动的能力。聚集功能也就是开头演示自动执行的编辑动作，按键 Q 指令后方加上任意 A 到 D 的小写字母或者数字0至9，例如 QQ 下方出现 Recording 小老鼠 Q， 代表开始记录指令的执行动作。在录制时，我认为开头与结尾的位置是特别需要注意的。以文字转换成字算阵列为例 ，I 指令与 A 指令是肯定需要，但在执行之前，开头我通常会加一个数字0指令移动到最前，目的是预先做一个位置校正的动作，让我在重复使用这个指令时，可以确保指令的起始位置。然后在编辑动作结束之后，结尾我会再加一个0J 指令移动到下一行的开头，目的则是为了下一个指令的执行，如此才可以在执行聚集时指定执行的次数。完成指令的输入以后，再使用一次按键 Q 指令结束聚集的录制。要执行寄存器内的聚集，按键小老鼠指令加上录制时的寄存器代号，也就是小老鼠 Q 可以执行一次。两下小老鼠指令则可以重复上一次的聚集动作。像这边剩下8个未处理的文字，那就可以输入8小老鼠2次，完成剩下的部分。而寄存器大写的部分也相似于剪贴簿的作用，用于追加指令的录制。例如放在指令中，如果忘记加上逗号或者忘记换行，此时就不用重新录制一遍，只用按键 Q 指令加上大写 Q 就可以补上方才缺少的指令。命令行模式要补充5个常用的指令。第一个常用的指令是文字的替代功能，冒号 S 斜线旧的文字斜线新的文字 ，S 同样也是代表 substitute， 将当前行中第一个旧的文字取代成新的。冒号 S 斜线旧的文字斜线新的文字斜线 G，G 表示当前一整行的范围，将取代文字的动作作用于整行文字。冒号%S 斜线旧的文字斜线新的文字斜线 G， %表示当前的档案，将取代文字的动作作用于整份文件。而这个指令也可以搭配大写 B 行的选取模式一起使用。选取后输入冒号，就要出现这组符号，输入相同的指令，T1 的文字就只会作用在选取的范围上。第二个常用的指令是提取文件内容的功能，冒号 R 加上档案名称，例如程式码中贴上规格文件的文字，就可以使用冒号 R parameter 点 T_T， 不需要切换文本编辑器就可以继续编辑。这个指令搭配上一个文字替代指令，就可以当成是并编辑器的 Light Template。预先写好许多常用的模板 ，R 指令导入 ，S 指令取代。第三个常用的指令是复制指定行数的功能，有2种情况可以使用：复制单行的情况，冒号行数 T 句号；复制多行的情况，冒号起始行数逗号结束行数 T 句号。例如，我要复制第6行的文字内容，输入冒号6 T 句号，第6行的文字直接复制到当前的位置。我要复制从第6到第8行的文字内容，输入冒号6逗号8 T 句号。使用这个指令可以让拷贝的动作更加精准，而且也不用光标来回移动，减少多余且繁琐的作业。第4个常用的指令相似于第3个，是移动指定行数的功能，指令格式完全相同，只不过 T 的地方换成 N 指令。移动单行的情况，冒号行数 N 句号；复制多行的情况，冒号起始行数逗号结束行数 N 句号。第5个常用的指令是一个导航功能，冒号 find 加上档名，可以搜寻当前目录底下的档案。这个指令直接执行的话会无法使用，因为搜索路径并没有向下定位。输入 set path 指令可以看见预设路径，重新设定这个指令，在原始的路径后方加上2个名号。再使用 find 指令，指资料夹的文件内容已经找到。set path 指令在退出并编辑器后会被重置。想要这个指令持续的生效，可以在并 RC 的文件中加入。而如果不想要修改配置档的话，这种方案 find 指令先加2个米字符号斜线，也可以发挥相同效果。从上集的简单文本编写开始，一直到方才说明的命令行模式，你应该已经知道并编辑器的威力。不过在日常开发时，我通常还是以 IDE 加上并的插件作为主要的开发环境。
因为 IDE 提供的文件导航、自动补全与环境配置，对于开发者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。但若环境许可，初期要熟悉 Vim 的指令与功能，我建议还是可以先使用中端机来学习。第一个就是中端机上的 Vim， 功能肯定是最齐全的。第二个就是可以克服对中端机黑底白字的恐惧。现在的 IDE 通常都可以在编辑器中开启中端机，不会使用这个工具的话，其实也等于放弃很多电脑可以帮你迅速做到的事情。第三个就是中端机的指令其实超级好用，例如 Vim 编辑器可以透过命令行模式加上惊叹号，调用外部的 Python 函数进行 JSON 文字的格式化排版，而且为了更方便的使用，还可以在 Vim 的配置档中映射成内部指令。也就是说，系统中所有的指令工具都可以成为 Vim 的扩充功能，更甚者还可以用熟悉的程式语言撰写自己想要的功能脚本。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比聚集功能更像是用程式来写程式的方法。而且如果你能够流畅的在终端机下作业，肯定是会更加理解程式语言背后运作的底层原理。以技术层面来看，你程式的功力就会再更进一步的提升。那么 Vim 编辑器的入门指南就先到这里。关于终端机常用的指令部分，后续整理完成后也会再进行介绍。谢谢各位。